Hello， 大家好。加拿大统计局报告称，2020年第四季度6个城市的房价指数上涨 2.5%， 这是自2017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数据显示，涨幅主要集中在独立屋市场。与此同时，公寓价格与1年前相比仍然停滞不前。加拿大统计局认为，这主要归因于低利率刺激了独立住宅的需求。几乎所有的涨幅都来自于单户住宅，这类住宅在2020年第四季度增长了 3.5%， 同期共管公寓仅增长 0.16%。 多伦多市中心的公寓价格仍在下降，在过去的12个月中已经下降了 5%， 库存量却在猛增，达到上一年的3倍以上。在房产市场持续火爆的同时，种种迹象表明，多伦多的大多数房地产投资者正准备套现离场。根据易索普代表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委员会进行的民调显示，由于对短租房新的限制规定和即将推出的空置税，以及房价正处于多年来的高位，超过2/3的多伦多房地产投资者计划出售投资房产。大多数投资者都希望在2021年出售他们的投资房产。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套现离场，可能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易索普调查发现， 67% 的投资者在2021年内很有可能或者是有可能出售投资房产。尽管如此，想法和现实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一般来说，投资者只有看到投资收益率下降的时候，才会抛售投资房产。现在，随着空置率上升，租金拖欠率也在上升，公寓价格却在下降。对于投资者来说，这可能是套现离场的最佳时机。需要注意的是，投资者出售房产与刚需自住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出售房产有着本质的不同。刚需自住房产在上市出售后，肯定还会再购买新的房产，这样房产库存量可能没有增加。而投资者出售他们的投资房产套现后，很有可能选择离场退出游戏，因此投资者抛售的增加一般都会导致房产库存量显著增加，这对房产价格走势影响很大。多伦多房地产委员会周一发布的最新报告也显示，1月份新上市的房源量同比大幅增长，销售量同比也增长了 50% 以上。需要警惕的是，多伦多租赁市场的低迷使许多公寓投资者挂牌出售。在出售市场库存充足，而且挂牌房源正在快速上升的前提下，仍有市中心公寓的价格逆势上涨。2020年第四季度新上市的房屋数量为12298套，比2019年第四季度增长了惊人的 91.9%。 去年12月，多伦多市中心公寓库存量比上一年同期暴增了 219%。 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委员会认为，今年1月份公寓价格同比下降的趋势仍未改变，与去年12月份的趋势一致。当时平均的价格达到60.840加元，比2019年12月下降 2%。 1月份大多伦多地区的共管公寓销售量同比猛增了 75%， 这表明很多买家已经失去等待的耐心，而选择出手。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委员会认为，如果继续看到共管公寓的销售量增长超过了上市数量的增长，很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看到共管公寓价格重新上涨。对于卖方来说，能选择高点套现的都是赢家，而对高位接盘的人就难说了。再加上加拿大经济形势目前仍不明朗，加拿大的疫苗接种工作并不顺利，而加拿大邻居美国的疫苗接种工作却在突飞猛进。根据牛津大学最新的人均疫苗接种数据，加拿大现在的世界排名已经掉到了第38位，而且呢，排名还在迅速下降。而美国每天接种的疫苗数量
都远超加拿大目前的总接种数量。加拿大在量化宽松政策上所做的，与美国在2008年房地产市场崩盘中所做的一样。这个计划本来是为了防止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崩盘，但由于央行对形势的误判，导致用力过猛， CERB 等加起来远远超过了实际损失的收入，而低利率又导致大部分钱流向了房产市场，并且已经转化为房产市场泡沫。因此我认为，在房产泡沫最严重的地区，投资者成功套现离场之日，就是接盘者高位套牢之时。不久之后，很多贪婪的人会穷得只剩下房子和还不完的债务。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